好，各位同學，我們講完傅立葉轉換之後呢，我們來講一個傅立葉轉換它的應用，也就是用來觀察我們過去所講的取樣以及重建。但是過去在講取樣以及重建的時候呢，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教到傅立葉轉換，所以有一些觀點呢，我們可以再透過傅立葉轉換的這個應用呢，來把它看得更深入一點。好，那在講這個取樣以及重建之前哦，我們先來看看說有一個傅立葉轉換的應用，叫做amplitude modulator。什麼意思呢？這個在我們的通訊理論裡面呢，我們簡稱為 AM。好，也就是說，我們有一個訊號 S of t， 我們呢把它乘上一個旋波的訊號 cosine 的 omega c t。那這時候它的讯號呢，所產生的這個 y of t， 它呢就會變成是 cosine 的 omega c t 乘上讯號 s of t。而這一個乘上一個 cosine 的動作，我們就叫做 modulation 調變。modulation。好，那這裡我們可以做一個運算嘛。好，這個 omega c 哦，這個 c 呢，好，通常我們是指載波的意思 ，carrier。啊，這是一個在通訊理論會用到的一些名詞。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應用它。那我們的這個 yt 呢？它是等於 cosine 的 omega c t 乘上 s of t， 它也相當於什麼？它也相當於1/2的 exponential j omega c t 乘上 s of t， 再加上1/2的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c t 乘上 s of t。那應用到我們上一章所學到的這個傅立葉轉換的性質，就是頻率的位移性質，也就是當我的訊號某個 x of t 呢乘上 j omega 0t， 它的傅立葉轉換是什麼？就是你在你的 frequency domain， 你在你的頻率 domain 呢，好，會產生一個頻率的位移。這是 frequency shift 的這個定理。那參考這一項 ，yt 等於 cosine omega ct 乘上 s of t， 它就相當於是 s of t 乘上一個旋波，也就是說我的頻譜會產生位移。我的頻譜，我乘上一個旋波，我的頻譜會產生位移，也就是說，這個輸出的頻譜 y 的頻譜會等於原先的頻譜 x， 怎麼樣產生一個位移，就是 j 的 omega 減 omega c， 再加上1/2的這個。對，我乘上 omega c 嘛，所以我的頻譜呢就會往 omega c 那邊位移過去。那我乘上負 omega c，
我的頻譜呢就會往負 omega c 位移過去。這個動作呢就叫調變。你一旦乘上你的訊號乘上一個旋波，那你的頻譜呢就會產生位移。OK， 那畫成圖形是這樣子哦。假設我原先訊號的頻譜假設是這樣子。好，假設它是一個長這樣子的一個圖形。好，那是從它的頻寬呢是從負 omega b 呢到正 omega b。那這邊的這邊正負的半邊呢，我給它標一個顏色。那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好 typical 的一個頻寬受限的 band limited signal。什麼意思呢？我們是一個典型的頻寬受限的訊號呢，它很多大自然界中的這種訊號都是長這個樣子。我是低頻的，好，那它具有一定的頻寬 ，omega b 是它的頻寬。那像剛才，如果你把它經過調變以後，我所得到的這個 y 呢，它會變成什麼？你乘上一個 cosine， 那你原先的這個頻譜呢，它會跑到位移 omega c 嘛，也就是跑到比如說 omega c 在這裡，在這裡，它跑到這裡。好，那這個強度原來是 a， 好，它跑到這裡。那它們的這個高度呢，本來是 a， 可是怎麼樣？因為它分成兩半，好，它的分身分成兩半，分成兩個部分，它的這個強度呢變成2/a， 對嗎？原先剛才計算的，好，我會等於當我乘上一個 cosine 之後。我原先的這個頻譜呢，等於1/2原來的頻譜，才產生位移。在這邊，那我們位移到了哪裡？我們位移到了omega c 的位置，負 omega c 的位置。那這邊是 omega c 加 omega b， 好，那這邊是。omega c 減 omega b， 訊號的頻譜還是維持一樣，只是它位移過來了。好，它位移過來了。好，那從這邊到這邊呢，就是一個 AM 的動作。好，這是調變的動作。那你會說，那我把訊號調變之後，那透過廣播公司呢發送到空氣裡面。那我收音機接受到這個訊號以後，我怎麼樣把它調變回來？啊，我怎麼樣讓它回到原來的樣子？這個動作呢，我們就叫做解調變。好，解調變。那它要怎麼做？原先的訊號是這樣子 ，S of t。好，那我經過了某個調變的動作。好，乘上 cosine 的 omega ct， 然後呢，我產生了一個東西叫做 yt， 等於 s of t， 好，乘上 cosine 的 omega ct。接着呢，我把訊號傳遞到空氣之中，然後呢，我要解調，我要把它調變回來。這個動作呢，就叫做 demodulation。好，那我要解調怎麼解？我一樣是乘上一個 cosine 的 omega ct。不過呢，因為你發射端跟接受端，你的頻率可以調成一樣，
比如說我們發射端是 ICRT 100.7 MHz， 那我的接收端的收音機呢，我也是調整成100.7 MHz， 沒有問題，我們可以透過旋鈕來調整。可是呢，這兩個旋波的相位有可能会是不一樣的。好，所以呢，它呢会多了某一项相位，就是跟原先的相位是不一樣的。然後呢，接下來呢，產生了一個東西呢，我們命令它為 WT， 啊，命令它為 WT。然後呢，解調動作呢，最後我們會把它送入一個，好，就是 low pass filter。最後呢，輸出一個東西叫做 VOT。原先的 YT 從頻譜來看是1/2的這個訊號，好，產生一個位移，加上1/2的這個。那你要把我們的原先的 S of T 找回來，因為我們的廣播公司的目的是這樣子嘛，人的聲音調變，透過空氣傳輸，收音機接收下來，解調變以後，回到原來的聲音。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X 呢會跟 V 呢不相等，但是至少它是接近的。我們希望 V 跟完美的狀態下，我們希望 X of T 跟 V of T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那怎麼做得到？這裡呢，就是乘上，就是一個解調的動作。你呢，讓 Omega T 怎麼樣 ？Omega T 它等於什麼 ？YT 乘上解調變的訊號 Omega CT 加上一個相角。就你把輸入的訊號呢，啊，你天線接受到的讯号呢，你再同樣的乘上一個同樣的這個 cosine， 那這時候你的什麼？你的這個 W 訊號的頻譜會是什麼？跟剛才一樣啊，任意訊號乘上 cosine 會等於什麼？會等於1/2。好，那當然我們這邊現在都有個相角，我們把相角提出來。乘上 y， 你一旦乘上 cosine， 你的頻譜就會分成2半，一半往正的跑，一半往負的跑，所以就变成是 j 的 omega 減 omega c 加上1/2的 exponential 負 j 相角 y 的 j omega 加 omega c。对不对？你原先的这个讯号啊，你 y 乘上 cosine 就會變成這個。那我又知道 y 等於 x，y 是從 x 變過來的，所以接下來答案會變成什麼 ？y 呢是等於2個 x 變過來的，所以你把 y 帶進來，啊 ，omega 減 omega c 帶進來。就變成是1/4的 exponential j 相角，好，然後呢是 x 的什麼 j omega 減2 omega c， 對 omega 減 omega c 帶進來，這裡是 omega 減 omega 等於 omega 減 omega c 再減 omega c 等於 omega 減2 omega c。再加上1/4的 exponential j 相角 x 的 omega 減 omega c 帶進來，這裡有一個加 omega c， 所以這裡就回到 omega， 那再加上1/4的 exponential 負 j 西塔，好，那 omega 加 omega c 帶進來，這邊有一個
對，就是 y 呢是兩個 x， 所以你把它帶進來，所以 w 的頻譜是什麼 ？w 的頻譜呢就是這四項。那如果我們把 w 呢送到一個 low pass filter 裡面，好，送到一個 low pass filter 裡面，我們可以想辦法把它怎麼樣？把這兩項過濾掉。好，我把它騰到下一頁。好，這兩個頻率呢是屬於比較高頻的訊號，就是頻率是比較外面的訊號。那我們是利用一個這個 low pass filter， 好，我們可以把這兩項怎麼樣？把它過濾掉。留下這邊這兩項，也就是 v of t， 就是這兩項的一個總和。OK， 所以 v of t 呢，它就變成是1/4的 exponential j 相角，然後 s of j omega 加上1/4的 exponential -j 相角 s of j omega 合併起來，它就等於1/2的 cosine 的相角乘上原來的頻譜，好，就是 v 的頻譜 v 的頻譜，好，就等於 s 的頻譜乘上某個值。也就是 cosine 的相位，好，所以我們看看這個圖，原先 s of t 經過調變之後，變成 w of t， 那 w of t 它其實是有4個項目，我們經過了一個 low pass filter 之後，將這兩個過濾掉，留下 vt， 好，就變成這一項。那 v of t 呢？它就變成是跟原先的這個，好，原先的這個訊號呢是非常的接近，好，只差一個大小的不同。那這個相位呢，會影響我們的 S of 就是輸入訊號跟這個輸出訊號 v 呢之間的大小之間的關係。那當然相位非常重要。那不過這是通訊理論它要談的，好，我們這邊就不多談。那這整個過程，如果你把它畫成圖形，它可以看成這樣子。我原先有一個聲音的頻譜長成這樣，那你乘上一個調變的波形之後呢，你乘上一個調變的這個波形 omega c 以後，它會變成這樣。負 omega c， 好，調變，那你再把它乘上下一個調變的波形的時候，我們叫它解調變，它乘上同樣的 cosine。它，好，這個乘上 cosine 產生兩個分身，這個乘上 cosine 也會產生兩個分身啊，一個在2 omega c 的位置，一個回到0，所以它產生了一個分身在這裡，也產生一個分身在這裡，這個也產生了兩個分身，一個分身在這裡。另外一個分身呢，在-2 omega c 的位置，對不對？所以，好，我這畫的沒有很準，不過沒有關係哦。你如果是把這個訊號呢，通過你加上一個低通濾波器，好，你加一個低通濾波器。
很簡單的低通濾波及，把這兩個高頻訊號呢都把它過濾掉，那你就保留的原來的成分，原來的保留到這個低頻的成分，而這個低頻的成分合成起來呢，會跟原先的訊號很接近。那這個呢，就是調變跟解調變的一個流程。好，那我們講那麼多，我們的這個訊號的這個取樣跟重建呢，它的過程其實跟調變跟解調變是非常類似的。怎麼說呢？其實我們的訊號的取樣，好，這個C 就是 continuous time to discrete time 的這個 converter， 好，它也可以看成是我有一個訊號 S of t， 怎麼樣？我乘上某個調變的波形，可是這個波形它是一個取樣的波形 P of t， 等於就是一連串的這個 impulse train， 好，一连串的 impulse delta 的這個 t 減 nts， 就我的訊號是乘上一連串的 impulse train， 好，然後呢，它輸出的訊號呢，我們稱為xs， 就取樣的 sample of t。那這個動作，好，就是叫做，我們可以叫它是 impulse train 的這個 sampling。好，所以我們的我們的這個取樣之後的這個 S of t 呢，好，它其實就等於原先的訊號 S of t 去乘上這個一連串的 impulse train， 好，一連串的 impulse delta 的這個 t 減 nts。那你如果把它乘進去，好，乘進去就變成是 n 的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S of t 任何函數乘上 delta 就變成是 S of nts 乘上 delta 的這個 t 減 nts。那我們取樣的過程呢，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數學式子來描述，就是你一旦經過取樣，雖然你現在這裡還沒有把它轉成離散的訊號，可是這一個動作就是取樣的動作，你已經把你的訊號變成這個樣子，好，變成這個樣子。那從圖形上來看，好，從圖形上來看，就相當於是，相當於什麼？相當于是你原先有這樣的訊號，你乘上了一連串的 impulse train 之後，你留下來一些 impulse。好，那這些這個橘紅色的棒棒，就是我們取樣之後的這個，好，取樣之後的這個訊號的這個 x of t。那你最後把它轉成 discrete time， 也只是說你把這個轉成這裡取得的數據呢，把它儲存在一個記憶體裡面。好，所以我們取樣的動作呢，可以想象成是我的訊號乘上 impulse train。好，這是跟剛才的這個 amplitude modulation 有點點類似的地方。好，那既然我們的這個取樣，好，取樣的動作呢，好，既然我們取樣的動作呢，就是S of t 好乘上某個 P of t 等於是這個 delta 的這個 t 減 nts。那我們呢得到的訊號就是 S of t。所以
這個 xs of t 哦，我們現在想要來觀察你這個取樣的動作會對於頻譜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所以我們想要觀察 ss of t 它的頻譜，好是什麼？那 ss of t 呢？它等於原先的訊號乘上 impulse train。這個動作呢，我們的目的想要求什麼？我想要求這個，好，我想要求的是 xs 的這個 of j omega 是多少？好，我們想要來觀察它。那這個運算呢？好，我們很巧妙的可以把它，好，這個 impulse train 哦，因為它是一個週期性訊號嘛，那你想要求這個東西的就是這個訊號的頻譜，如果是週期性訊號，好，你直接做傅立葉轉換很難達成。但是如果你借用傅立葉級數來幫忙呢，是可以做到的。那我們之前在做傅立葉轉換的時候，曾經說過，如果是週期性訊號，你呢就先把它換成傅立葉級數。那這個我們之前做過，好，我這邊就不多講。它呢，你如果把它換算成傅立葉級數，它可以等於 s of t， 好，就是它換成傅立葉级數，就等於 summation 的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那它的傅立葉级數呢，好，它的 ak 呢就等於 ts 分之一，然後呢乘上 jk omega s 乘上 t， 好，所以基本上是這整個式子，你把它換成它的傅立葉級數，好，因為它是一個週期性訊號嘛，那你利用這個積分一個週期除一個週期的這一個運算呢，好，可以求得它的傅立葉級數，所以於是這個運算變成什麼？變成是一個，你是 ts 分之一，然後呢怎麼樣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原先的訊號 s of t 去乘上 exponential jk omega s 乘上 t， 所以你取樣之後的訊號會等於什麼？會等於 ts 分之一 s of t 乘上這個 exponential 的 jk omega s 乘上 t。那你要求它的頻譜 ss of t 的頻譜是什麼？你如果又用到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個頻率位移的定理啊，任意的訊號乘上一個旋波，它的頻譜就是會產生一個偏移，偏移到哪裡？偏移到這個頻譜的位置。所以說 ，ss of t，xs 這個它的頻譜，它就可以寫成 ts 分之一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s of t 乘上一個旋波，它的頻譜就是位移到這個頻率嘛，所以就是 s j omega 減 k omega s， 好，像這樣子。好，那這個呢，就是取樣之後呢，我的頻譜會變成什麼？會變成原先的頻譜，但是它比較小，它的強度呢是原先的 ts 分之一，然後呢會產生很多的偏移。好，那偏移是多少呢？跟我們的取樣頻率有關係。好，跟我們取樣頻率有關係。我們取樣頻率是 omega s， 那它就會偏移 omega s。k 從負無窮大帶到正無窮大，它就產生很多個偏移。從圖形上來看，原先的頻譜假設是這樣子，強度是 a， 你經過了取樣之後，你的頻譜的強度是這樣。好，你的頻譜強度是這樣子，那你的這個強度是原來的 ts 分之一，好，所以你看原先是 a， 強度变成 ts 分之 a。
你會產生出很多的分身，跟剛才的這個調變一樣嘛？你產生分身，只是說我現在的分身更多。好，我從負 omega 就是負的無窮大，好，每個 omega s 呢，我就會產生一個分身，這就是我們之前講的多重引分身之數嘛，對不對？我們從每個 omega s 就會重複一次。好了，那你每個 omega s 重複一次，你訊號的頻寬是這樣。那如果你的分身距離遠一點，沒有問題，對不對？這兩個東西就是你跟你的分身不會產生重疊，也就是不會有 aliasing 的情況。但是如果你的 omega s 不夠大呢？也就是說你的分身怎麼樣？重疊過來了。那從這個圖形來看，我這個段落是 omega s， 是 omega b， 這個段落也是 omega b， 那這個是 omega s。如果你希望這兩個三角形不要重疊，唯一的方法就是 omega s 怎麼樣？要大於2 omega b， 也就是我們的取樣頻率呢，必須要大於2倍的訊號的頻率。啊，這個就是跟我們之前講的這個取樣定理的這個來由是一樣的，所以看起來就像這樣子。你的訊號經過取樣之後，如果你的取樣頻率不夠高，那你就會跟你的這些分身產生重疊。一旦產生重疊，那就會失真，失真就無法重建回來。好，那重疊的狀況呢，就是像這樣子。那接下來是訊號的重建。好，訊號的重建，我們經過了訊號取樣之後，好，我們經過了這個訊號的取樣之後，我們產生了很多的 aliasing。那我們每個 omega s 呢，好，就跑出了一個我們的分身，而且呢，我們的強度呢，比原來小 ts 分之一。那如果我們希望把取樣之後的訊號呢，經過某個重建的濾波器，能夠把這個 aliasing 全部都過濾掉，而且呢，並且把這個強度呢調整回原來的強度，原來的強度是 A 嘛，我想要調整回原來的强度，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把這些這個 aliasing 過濾掉。我必須設計一個完美的低通濾波器。這低通濾波器呢，最好是在1/2的取樣頻率的位置。然後呢，怎麼樣把這個 aliasing 就是其他的分身呢過濾掉？而這個濾波器呢，最好順便幫我們放大 TS 倍。這時候經過這個濾波器之後呢，我原先的訊號。我重建的這個 R 就是 reconstruction， 我原先的訊號就會變回來。好，我原先的訊號就變回來，所以我希望我的訊號可以送進一個濾波器，而這個濾波器呢，它的形狀必須是一個像一個帽子的形狀，那它就能夠變回原來的訊號。好，這是我們希望的這個重建的濾波器。而這個重建濾波器，它如果是一個帽子的波形，好，就是如果我在頻譜端呢，frequency domain 呢是一個帽子的波形的，那我們在這個在 time domain 呢，好 ，time domain 呢就是一個 sync 的波形，好，這個我們在之前傅立葉轉換有講，一旦我的頻譜是一個帽子波，那我的time domain 呢，就是一個 sync 的波形，也就是說，我的完美的重建濾波器呢，我希望它在 frequency domain 是一個帽子波，那在 time domain 呢，它就是一個 sync 的波形。OK， 那這個兌換呢，我們其實可以查表啊，用方波變成這個
用frequency domain 變到 time domain 的一個變換。所以看起來是像是這樣子。如果是在 frequency domain 啊，我的頻率呢是訊號的频譜乘上濾波器的頻譜，變回這樣子。那如果在 time domain 呢 ？time domain 呢，我們希望是我的這個这個取樣之後的訊號，經過某個系統，好，就是 reconstruction filter， 好 reconstruction filter HR。然後呢，希望变成一個重建的訊號。那如果在 time domain 呢，我們就可以寫成是 OK， 是我的 reconstruction 的這個訊號呢，等於我有一個重建的濾波器，跟這個取樣好之後的訊號呢來做 convolution。而這個取樣之後的訊號呢，好，它其實就等於跟我們剛才有講過，就是 S of NTS。這取樣之後，因為它乘上它是乘上一連串的 impulse train 嘛 ，impulse， 所以我重建的這個訊號呢，它其實相當於是 n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S of NTS 乘上HR， 就是因為我是 T 嘛，对不對 ？T 在這裡，那我做 convolution， 這是 S 不是一個 T 的函數啊，所以我們不用管它，相當於是 HR 跟 delta T 減 NTS 的 convolution， 那相當於你把 HR 呢做一個時間的延遲，也就等於這個 T 減 NTS。你把它跟它做 convolution， 那這個 HR 我們剛才有看到过，刚才有看到过 ，HR 就是這一項。好，那寫在旁邊 ，HR 呢等於這樣子，好，所以你也可以把它騰過來啊，就變成是 summation 的這個 n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s of NTS s 乘上 sin 的這個 pi 除以 TS 乘上 t 就是 t 減 NTS。pi 除以 TS，t 減 NTS。好，所以我們會說，你用 sync 呢來做訊號的重建。好，如果你的 time domain 是一個 sync， 那在過去在做訊號重建的時候呢，我們會說 sync 呢，它是一個ideal 的，好 band limited 的這個 interpolation。好，你如果想要做一個完美的重建，就是你可以把高頻的過濾掉，然後呢，這個訊號的又放大，就是使用這一個公式，然後就一個 sync 的波形來做重建。
那公式看起來很複雜，好，公式看起來很複雜，但是其實它很簡單。好，它其實就相當於說我取樣之後的訊號，我如果要重建它的時候，事實上我就是把每一個這個訊號呢，去乘上一個 sinc 的波形，好，乘上一個 sinc 的波形，然後之後呢，我把這些 sinc 的波形全部把它加總起來，我就能夠獲得原先的波形。好，就是這個重建的訊號呢，它所重建用 sinc 來重建呢，好，它有可能能夠重建出原來的訊號的這個過程。那當然是在一個很完美的這個數學式子的情況之下。那真實來說，比如說你在重建的時候，你有可能做出一個真的 sinc 嗎？是，如果以數學上你的程式上來看是做不到的，因為 sinc 它是一個無窮遠的訊號，所以你做不出一個真的 sinc。你在程式裡面，你在電腦裡面你是沒有辦法做出一個真的 sinc， 但在數學上它是一個完美的這個 interpolation，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总和來說，訊號的取樣，它就相當於是訊號乘上某個取樣的 impulse train。那你得到的這個取樣的訊號之後呢，它當然會轉到數位的數字上面，然後儲存在記憶體裡面。那你之後你把它轉換到這個 SS of t， 好，轉回 time domain。連續的，你要經過一個完美的重建濾波器，那它呢就會回到這個 SR of t。那如果整個過程是完美的 ，S of t 是能夠等於 SR of t。好，那你經過取樣的這個動作的時候呢，你會產生出很多的分身，所以 SS 的這個。它會產生很多的分身，像是這樣子。這是第一個。那你如果是要做重建的動作的時候呢，在 frequency domain， 我們看起來像是這樣。好，我有某個完美的低通濾波器，好來做重建。那如果在 time domain 呢？這個完美的重建濾波器，完美的低通濾波器呢，在 time domain 它的表示方法其實是一個 sinc， 那它變成是這樣的。那這一項呢，其實就是我們的數位訊號啊，對不對？好，所以這兩個其實可以互相代換的。好，所以我們重建會有 aliasing， 那我們不是取樣會有 aliasing 分身，重建的時候我們把它過濾掉。好，這是這個用傅立葉轉換的觀點來看取樣跟重建的這個原理。好，那最後這個圖呢，就是一個統合的概念。如果我們想要用數位的方法 （discrete time 的方法）去做 continuous time 的訊號的 filter， 一開始我的頻譜是這樣子，經過了取樣之後，
好，我的強度呢本來是 a， 變成 ts 分之 a， 我產生了很多個分身，這些分身呢距離是 omega s。第一個，第二個呢，我把它轉換成數字，儲存到電腦裡面去。這時候它已經變成是一個數位的一個頻譜 ，discrete 的頻譜，所以從 omega 變成 omega hat， 對不對？那其他的部分呢 ，omega s 呢就變成2派，負2派，啊，負 omega s 變成負2派 ，omega s 呢變成2派。那我把這個訊號呢送到某個數位的濾波器裡面，比如說它數位濾波器是一個 ideal 的 low pass filter， 好，我把它送過來，過濾掉以後，變成這個波形，好，變成這個波形。然後呢，同時呢，從數位呢再轉回類比，本來是2拍的這個數位頻率是2拍呢，轉回類比的呢就是 omega s。好，那我把這一個數位的濾波器呢加注在數位的訊號上，我得到的這個波形。那最後呢，我得到的這個訊號呢，我就可以求得輸出訊號的頻譜是長成什麼樣子。所以要了解這一整套的運作，其實就是我們整個訊號與系統這門課在講的一個統合的應用。從最前面的取樣，到轉成數位的頻率，到訊號的重建，到這個我取樣之後的產生的 aliasing， 都是我們整個訊號與系統課裡面所關注的話題。好，那這邊這個 low pass filter 呢，就是一個重建的 filter， 我們想要把這個 aliasing 呢給過濾掉。而到了課程的最後，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我們學了什麼。一開始，我們從旋波切入，帶入 phasor 的概念，進而進入了頻譜的世界。我們得以利用傅立葉級數來對周期性訊號做頻率分解，接着使用取樣定理連接類比以及數位的世界、離散及連續的空間，並分析線性且非時變的 LTI 系統以及有線脈衝響應 FIR 濾波器。我們也學習了利用 Z 轉換來簡化離散系統的分析及設計，而最後再回到連續空間來探討傅立葉轉換的生成應用。這一切都仰賴傅立葉在1822年在研究熱力學的過程中所發展的頻率分解理論，而這數學的奧妙竟在當世得以廣泛用在數位信號處理、影像視訊處理、通訊系統、物理及光學等應用，恐怕也是傅立葉在當時所料未及的。就像他當時不經意地將羅塞塔石碑的拓印展現給年輕的熊保利翁，最後竟解開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千古之謎。而這門信號與系統的課程就到此結束。